谈论军事实力，一般应探讨各大军事强国，台湾不在此列。但台湾军队却是世界上少有的专注防御的军队之一，应该是一支维护和平的军队。台海的军事冲突风险牵动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心，也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关注之下。探讨军队实力，需要综合考虑其军事战略、军事组织、军事装备、周边地理环境、经济实力和资源后勤能力等。按照美国军事网站全球火力的2020年军力排行，台湾在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26名，在亚洲国家4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名。因台湾仅专注防御，实际的防御能力排名应该更高些。台湾的防御对象非常清晰，台湾防御拥有地理上的优势，与大陆并不相连，排除了直接遭遇大规模地面进攻的可能。台湾海峡成了天然的防御纵深，也有利于军事预警。台湾的防御战略主要是反登陆作战，并在反登陆前尽可能减少导弹攻击和空中海上打击的危害性，尽量保存反登陆作战的防御能力。台湾主岛多山地，适合大规模登陆的地点也不多。台湾海峡海象复杂，易守难攻。太平洋战争时，日本还占据台湾，美军反攻的跳岛战术绕过了台湾，直取日本冲绳，仅对台湾进行了空袭。台湾人口2300万，现役军人18.8万，预备役却有238万之多。适龄男子均需要接受军事训练。台湾军队听命于民选总统，类似美国的专业军队体系。台湾2020年 GDP 超过6252亿美元，世界排名24，人均 GDP 超过3万美元。中国大陆人均 GDP 刚过1万美元。台湾军费约130亿美元，约占 GDP 的2%，仍有提升空间。台湾农业可以自给，但主要工业原料需要进口，如石油、钢铁、化工等。台湾军队主要武器装备来自美国或美国武器基础上的自主研发产品。台湾位于美国第一岛链，必要时美国可能直接参战。在美日安保条约下，日本也可能会以某种程度介入。若发动战事，第一波攻击应该是陆基短程或中程导弹，同时准备大规模空袭。因此，台湾的第一波防御就是拦截的导弹，其次就是阻止空袭。第一道防线的重担落在台湾空军和防空导弹部队身上。第一道防线的难点在于，无论导弹攻击和空袭，反应时间都很短暂，也是最考验战备能力。台湾与美国应共享大量情报，如军队开始集结，美军的卫星、侦察机等会随时向台湾示警。美国提供的先进雷达，如乐山雷达等，也可以洞悉数千公里。台湾从美国购买的4架 MQ-9 无人机部署后，可以确保全天候监控台海附近动向。台湾在进攻前应可及时获得预警。台湾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2型导弹，用于导弹末端拦截，目前正在升级。最新采购了爱国者3型导弹300枚，部署后总计爱国者导弹可达650枚。台湾也自行开发了天宫系列导弹，最新的天宫3型可用于导弹拦截，配备了先进的主动阵列雷达，能机动部署，作战范围超过200公里，拦截高度70公里，速度至少7马赫。实际部署数量不详，目前仍然在不断试射增程型。天宫2型导弹属于中程防空导弹，主要针对敌方飞机入侵，射程200公里，速度超过4马赫，采用主动雷达导引。早期还有天宫1型短程防空导弹，射程100公里，类似于美国的标准2型导弹。台湾的各式防空导弹可能多达6000枚，其中天宫2型导弹可能有地对地导弹型号，射程可能500公里，可以反击机场、导弹发射阵地、登陆集结地等。台湾目前的主力战机是 F-16AB， 总计约141架，正在升级为 F-16V， 另外采购了 F-16V 新机66架。台湾仿制 F-16的 FCK-1 金国号战机总计约129架，采用了美国发动机，自主开发的雷达系统探测距离可达150公里。战机配备天剑2型中程空对空导弹，模仿了美国的 AIM-120 先进中程导弹，射程100公里。天剑1型短程空对空导弹模仿了美国的 AIM-9 响尾蛇导弹。台湾还有55架幻影2000战斗机，
台湾的战机以防空为主，也可以携带鱼叉反舰导弹对海攻击，对地打击能力应不是训练重点。台湾空军没有轰炸机。台湾还有6架美国的E-2鹰眼预警机，12架 P-3C 反潜机。台湾空军基本按照美国模式训练，贴近实战。台湾的 F-16战机若全部升级为 F-16V， 空优性能应超过苏27、歼11和歼10，包括苏30和歼16，与苏35战机相当，难以部署全部4代机到台海。若发生空战，实际胜负难料。台湾空军有训练水平和管理优势，但有地对地导弹优势。若台湾主要机场被破坏，台湾空军战力恐打折扣。若孤注一掷，投入大多数空军力量，台湾空军可能无法应对消耗战。但台湾密集的防空导弹也难以获得制空权，登陆作战恐无法获得有效空中支援。若台湾无法取得制空权，必须依赖第2道防线，以阻止舰队靠近台湾本岛和附近较大岛屿。海军和陆上反舰导弹需要承担阻击任务。台湾海军大吨位战舰有限，主要依靠小吨位战舰近海防御。台湾从美国海军购买了美军退役的4艘济德级驱逐舰，排水量10500吨，是伯克级驱逐舰之前美军防空火力最强的驱逐舰，配备了68枚标准2型导弹，也配备了当时先进的战斗指挥系统和雷达。升级后，在500公里范围内可侦测、识别、追踪256个目标，还配备了阿斯洛克反潜导弹、鱼叉反舰导弹、2个鱼雷发射管，以及电子战系统和诱饵发射、反潜声呐和反潜直升机。济德舰主要用于重要海域侦搜巡逻任务，增加预警反应时间，也可控制重要海域阻敌进犯，还可作为备用的防空制海作战指挥中心。台湾还有近海巡防舰22艘，其中4100吨的美国派里级原型和仿制品共10艘，装载40枚鱼叉反舰导弹或标准1型防空导弹，主要用于反舰作战，兼具防空能力。还有6艘从法国采购的拉法叶级巡防舰，配备美国的防空导弹和自主研发的雄风2型反舰导弹，也以反舰为主。另外6艘美国退役的诺克斯级巡防舰，改造后用于反潜作战。台湾用于近海反舰突袭的小型导弹快艇总计43艘，500吨的锦江级11艘，刚刚服役1艘沱江级，还有更小的186.5吨光华6号31艘，均携带雄风2型或3型反舰导弹。雄风2型导弹是台湾在鱼叉导弹基础上开发生产的反舰导弹，之后还衍生出空射型和陆射型。一般型射程148公里，增程型250公里。雄风3型是最新的超音速反舰导弹，速度2.5马赫，射程150公里。陆射型最新测试增程到400公里。台湾海军欠缺潜艇，仅有2艘2660吨的荷兰产潜艇和2艘训练用的美国潜艇，自产潜艇仍在研发中。台湾的反舰能力，先要看16艘巡防舰的鱼叉导弹和鱼雷能瘫痪多大比例的战舰，其次要看43艘小型导弹快艇的雄风2型或3型反舰导弹能否真正发挥作用，以及最新的沱江舰量产速度。若台湾海军不能阻止大部分舰队，就要靠陆基鱼叉反舰导弹和雄风系列反舰导弹。台湾新购买了陆基鱼叉反舰导弹400枚，部署后总计可达到850枚。陆基雄风系列反舰导弹应部署了300枚，雄风2型应该也有对地攻击的中程导弹型号，可以反击军队。台湾应该也会提前在周边布下大量水雷，只要台湾的防空和反舰导弹发挥作用，即可阻止大规模空袭和大规模舰队的威胁，登陆就无法获得有效的海空火力支援，大型登陆舰也难以靠近台湾，几乎不能运送大量重装备上岸。2栖登陆或只能依靠人海战术。台湾适合大规模登陆的地点只有14处，也应该是主攻方向。大型登陆舰有限，只能集中在1到2个地点，台湾应不难提前判断部署。在主要登陆点可能使用登陆艇、部分2栖战车或气垫船登陆，但难以抵御台湾的300门自行火炮、超过1300门榴弹炮、加农炮。只携带轻武器的士兵也难以面对台湾1000辆坦克、数千辆装甲车。
两栖装甲车同样不是阿帕奇直升机和眼镜蛇直升机的对手。虽然台湾军力排在世界26位，因有利的地理条件，实际的防御能力应能排入世界前15位，其防空能力或能排入世界前10位，完全有能力实现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。台湾空军是台军机构组织最扁平化的一个军种，空军司令部下辖4个指挥部、7个作战联队，以及负责行政专机的松山基地指挥部。作战指挥部虽然是空中战术和防空作战的最高指挥机关，但是行政上和作战联队是并列的，互不隶属。作战指挥部下辖3个指挥支援方面的联队，核心是战管联队，设有北南东3个区域作战管制中心、7个固定雷达中队和3个机动雷达分队。作战联队在2004年精进案中取消了大队和中队编制，直辖2到3个战斗机作战队、1个修护补给大队、1个基地勤务大队和1个宪兵中队。每个作战队拥有20到30架飞机。防空暨导弹指挥部的编制和陆军类似，下辖5个防空旅和1个防空管制中心，每个旅拥有2到4个防空营。整个空军编制约 3.5 万人，略低于海军的 3.8 万人。台湾空军目前拥有约370架战斗机，加上各种辅助飞机，总数约为550架，在世界空军里大约能排入前20。但是因为飞机主要来源地美国和法国的刻意限制，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偏科非常严重，基本上是一支纯粹的防空军，严重缺乏战略攻势和对地攻击能力。台湾空军的作战联队也像海军舰队一样，将同型战机编组在同一联队、同一基地内，以便于维护保养。初级战机的飞行性能也保持一致。不过台湾空域实在是非常狭小，东西最大宽度也只有144公里，打开加力5到6分钟就能横穿。不同基地、不同机型之间相互支援相当快捷。新竹基地是台湾本岛离大陆最近的一个空军基地，距平潭岛只有130公里，和上海到宁波的距离是一样的，距离台北市区则是60公里。机场离新竹市中心只有3公里，跑到西南角距离海岸仅1500米。台湾空军基地通常在机场周围布置2到4套天空卫士近程防空系统，它由天空卫士火控雷达、2门厄利空35毫米双管高炮和1到2座陆基4连装麻雀防空导弹组成。雷达、高炮和导弹都为拖曳式，部署在加高的发射平台上，有坡道通往地下洞库。台湾从1980年起进口了24套天空卫士，建设了21个阵地，但目前只部署了16套，其中8套配备了麻雀导弹，今后将用捷凌防空系统替代。除了增加新加坡产博夫斯40毫米高炮和 T82型20毫米高炮，导弹也将更新为红外制导的天剑1和主动雷达制导的天剑2。除了第2联队的幻影2000，陆军航特部601陆航旅的一个 AH-64E 攻击直升机作战队于2020年2月18号从桃园龙潭机场移驻新竹基地，更加靠近海岸部署。空军第2战术战斗机联队即原第499联队成立于1953年，2年后由 P-47换装 F-86F 进入喷气时代，先后装备过 F-100 和 F-104。1997年开始接收第1架幻影2000，1998年11月全部60架幻影交付完毕。2004年精进案后调整为直辖第41、42战斗机作战队和第48换装训练队，按编制各配备20架幻影2000，连队长为少将军衔。1989年时任参谋总长郝柏村访问法国，除了引进拉菲特级护卫舰外，还促成法国出口幻影2000战斗机。当时台湾空军的主力截击机还是2个联队的 F-104， 年代久远，故障率高。服役38年间，总共302架坠毁了114架，坠机率在装备 F-104 的空军中高居第1，急需换代。经过长时间地下谈判，1992年密特朗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48架单座幻影2000-5E-I 和12架双座型幻影2000-5D-I， 另外包括960枚新锐的米卡主动雷导制导中距离空对空导弹，480枚魔术2格斗导弹，若干 ASTAC 电子侦察吊舱和相关支援器材，总价38亿美元，代号飞龙专案。这是米卡导弹数量最大的一笔出口订单，因为台湾方面怕国际形势变化，法国今后会禁止出口。当时幻影2000 BC 型在国际市场上受到 F-16CD 型的压制，为了保持竞争力，达索公司和航电生产厂家汤姆森 CSF 公司在没有得到法国空军的支持的情况下，
自筹资金开发改进型幻影2000-5。来自台湾的订单雪中送炭，分摊了大量研制费用，也令台湾空军成为幻影2000-5的首个用户。法国空军直到2000年才将幻影2000C 机队升级为幻影2000-5。ASTAC 吊舱更是到2013年才配备给幻影2000D。和幻影2000 BC 型相比，幻影2000-5换装了新型 RDY 脉冲多普勒雷达，对空搜索距离达到130公里，可同时扫描24个目标，并跟踪最具威胁的8个目标，引导4枚米卡导弹攻击其中4个目标，多目标交战能力大大增强。座舱采用为阵风战斗机开发的部分玻璃座舱技术和 VEH-3020 平舷，并安装了 ICMS Mk2 电子战套件和 CMIR DDM 导弹警告系统。但是幻影2000-5没有配备战术数据链，受台型号也取消了法国版所具备的对地攻击能力、飞鱼反舰导弹发射模式和空中加油能力。从1997年5月5号到1998年10月28号，全部60架幻影2000-5分9批从马赛经海陆运抵华联。第11大队下辖的第41、42中队分别于当年4月及11月形成初始作战能力，第48中队则在2001年5月完成改装，第499联队完全形成战斗力。凭借 RDY 雷达和米卡主动雷达导弹的组合，在当时整个东亚都处于领先水平。另外，根据当初的协议，台湾空军每2年派出1名第2联队的教官前往法国空军现役幻影中队交流实习2年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外界普遍认为，台湾空军已经将大部分幻影2000封存于花莲嘉山和台东建安2个洞库基地中。新竹基地担负战备值班的只有一个不满编的战斗队10几架飞机。新竹基地从今年4月起进行为期2年的跑道大修。第2联队除了留下4到6架幻影2000在新竹进行战备值班，其余飞机全部调往清泉港基地。按照上面的估计，去清泉港的实际上可能也不足10架。清泉港基地位于台湾本岛西海岸的正中位置，距离福建莆田南日岛约146公里，北距新竹机场66公里。它和台中国际机场共有一条3750米的跑道，跑道北端距离海岸7.8公里，离台中市区12公里。因为陆军第10军团的主力部队都部署在清泉港以东的台中市区各处，清泉港基地内只有一个空军宪兵中队。台中港和清泉港基地实际上处于不设防状态。清泉港基地基于日战时期，该地古名公馆，在当时称为公馆机场。1956年，根据美台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，实施阳明山计划，由台湾提供台中大肚山土地，美国负责工程建设，对公馆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。1959年11月，以台中机场之名落成启用，为纪念淮海战役中战死的邱清泉中将。1966年正式更名为清泉港空军基地。清泉港部署的是第3战术战斗机联队，原第427联队，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空军第3大队。1936年成立于江苏句容，1953年在屏东扩编为第3联队，先后装备过 P-47、P-51、F-86F 和 F-104。1992年开始换装 IDF 战斗机，成为台湾空军第1支装备2代机的部队。沈一鸣就是第1批6名 IDF 种子飞行员之一。第7换装训练中队、第8中队和第28中队分别于1993年11月、1994年12月和1995年11月实现初始作战能力。1997年全联队完成换装任务。2004年经进案中撤销第3大队和第8中队，联队直辖第7作战队和第28作战队，另设有测评战研中心。IDF 由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持研发。1983年并入中山科学院，以打破行业壁垒，统筹全台的科研生产力量。IDF 的设计分为4大部分，分别和4家美国公司进行了深入合作，研发机体和气动布局的鹰扬专案和通用动力合作，获得先进发动机的云汉专案和加雷特公司合作，发展飞控和航电系统的天雷专案和西屋电气合作，研发短程和中程空对空导弹的天翔专案，后更名为独立的天剑专案。虽然号称自主研发，但外界普遍认为天剑2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技术引进了竞标的 AMR-AAM 失败的摩托罗拉方案。实际上 IDF 的总体设计就是由刚刚研制成功的 F-16 的通用动力主导的，中科院只是起到辅助和协调的作用。通用动力派出了上百名在职及退休技术人员，以个人名义赴台，也用 F-16 的研制模式展开设计工作。
在获得美国政府核准的技术出口许可后，尽量采用 F-16的零部件。第一阶段软件开发也由通用动力负责，第二阶段才交由台方独立完成。不过在具体设计中，台湾空军的使用习惯和实际需求得到了相当好的体现，融合了多个设计方案的优点，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架具有独特3代机特征的现代化战斗机，而不是日本的 F-2 战斗机那样纯粹的 F-16 放大版。IDF 原型机于1989年5月28号首飞，距离项目开始的1982年仅过去7年。对毫无战斗机研发经验的台湾来说，进度相当顺利。最初台湾计划生产250架 IDF， 但是80年代末国际形势转变，台湾获得了梦寐以求的150架 F-16AB 和60架幻影2000-5。IDF 和他们相比就显得劣势明显了，而且造价颇高，单座型单价就达到了2300万美元，比 F-16A 的1460万美元还要贵出一截。唯有自研自产不受制于人这一优点。最终除了6架原型机外，从1992年到1999年共生产了103架单座 A 型和28架双座 B 型。总体而言， IDF 在处处受到掣肘的情况下，设计的还是相当成功的，基本达到了台湾空军赋予它的作战要求：中低空空优作战、中距离截击和对地对海攻击。因为台湾空域狭小、基地密集、航程短、载弹量小、高速性差等缺点，对台湾空军来说都不是大问题。而得益于先进的飞控和航电系统以及3代机的优秀气动布局， IDF 的转弯半径、大仰角飞行能力、格斗性能和低速飞行能力都相当好。完成 AB 型的生产后，中科院和汉翔公司从2001年开始进行翔升计划，对 IDF 进行升级，增加2个天剑2挂架、集成万箭防区外反跑道巡航导弹和天剑 2A 反辐射导弹，升级雷达、彩色数字化航电系统、电子战系统和飞控电脑，在风挡前安装刀状敌我识别天线，增加地形跟踪模式，并且具备安装机背保型油箱的能力。新机被命名为雄鹰战机，在2004年10月和2007年3月分别进行了单座 C 型和双座 D 型的首飞。10005号单座型沿用旧有机体结构，只对航电系统升级。10006号双座型为机体航电完整构型，但是台湾空军对这一改进并不满意，因为发动机没有变化，增加航程、提升隐身性能等最初提出的要求都没能实现，最终单双座各建造了1架原型机就终止了计划。此时距离 IDF 首飞已经过去了28年，因为台湾当局热衷于外购而忽视自研，当年的研发团队早已散尽，大部分去了韩国协助研发 T50， 希望能早日回到正路。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，我们下期见。